看他面色红润，根本不像患病的样子，又偷偷的将药倒掉。莫非他装病只是为了掩人耳目？别动！你放我下来！吃了。这是什么呀？你是怎么回来的？当然是骑马回来的。难不成我还能走着回来啊？装糊涂！我是问你，高长恭怎么会那么轻易的放你回来？你想好了再告诉我，要不然你会比死了更难受。你怎么知道那个就是他？你又没看过他面具下面那张脸。你干嘛呀？没想到你竟然还会治伤啊！用不着说好听的来讨好我。我看你是越来越聪明了。我是治不了你了，只好把你交出去，看看大冢仔怎么处置你。恐怕大冢仔现在也没那个心思吧。这府里上上下下的人全都病倒了，可为何单单你没事？怎么？你怀疑我？是怀疑过，不过现在不了。哦？为什么？刚才我看见你把药倒掉，想来你是在装病，所以才会怀疑。不过我后来一想，你这个人这么狠毒，如果想要杀人的话，大概也不会用这么不爽快的方法。看来这高长恭还真是颇有魅力。怎么？人回来了，脸色红润不说，人也肆无忌惮起来了。你说这高长恭是给你吃了什么毒药，叫你胆敢如此趾高气昂？你瞎说！要是那个什么兰陵王给我吃了什么毒药，我哪里还能回得来啊？你快说！你可知道大冢仔的救急是什么？还有夫人，她到底得了什么病？大冢仔一直有心痛的毛病，平时靠吃药养着，很少发作。夫人有轻微的哮喘，今天早晨一下子加重了许多，好几次差点背过气去。这病倒是怪得很。总之，来者不善，你好自为之。现在宇文护闭门谢客，我该怎么把殿下要袭击大冢仔府的假情报报告给宇文护呢？还是先告诉宇文邕？不行，他这么狡猾，一定会看出破绽。反正离天黑还有一段时间，我还是找机会告诉宇文护吧。你有事瞒着我？啊？从昨夜到今日，你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那你先告诉我，镇魂珠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然我就向大冢仔告发，是你下毒，所以这府里上上下下才会有那么多人旧疾复发。反咬一口，厉害呀！不过这毒可不是我下的，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中毒。如果你要是想诚心陷害我的话，现在就可以去找大冢仔告状。至于镇魂珠，
你不就是因为镇魂珠才嫁给我的吗？什么？你难道没有听过这句话吗？镇魂一出天下静，离殇基业百事恒。得到镇魂珠，就可以拥有一统天下的机会。这么重要的东西，谁不想得到？几个月前，坊间突然传说镇魂珠重现人世，就在大司空府。嫁给我，进入大司空府，不正是拿到镇魂珠最好的方法吗？天下，这天下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再说了，我为何会为了那不着边的天下，嫁给你这种人？说的跟真的一样。那你还记得你从前是怎么想的吗？我宇文邕从来没听说过嫂夫人还有个侄女，你出现的太突然了，我怀疑你八成是齐国派来的细作。我随你怎么想。毒性发作了。难道真是因为这杯茶？袁清所也回来了。现在大冢宰府又是这般景象，这一切究竟有什么联系？这接下来一定会有大事发生。来吧，一个一个来。站住！干什么的？检查。长安城每天这么多人，不是查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下一个，大冢仔叫你查你就查吧。过来。哎，干什么呢？将军，我们是给大冢宰府送柴的。你说送柴就送柴啊？过去吧。哎，将军，你过来，行个方便吧。检查。闪开！快走！这是什么？这边。你过去吧。过来。去吧。行了，走吧。谢谢。走吧。你过来。你们干什么的？我们是外地来的工匠，来给大冢宰府修别宅的。大冢仔修别柴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这是大冢宰府的腰牌，请您过目。没带工具？大冢宰府的大人们说了，他们有更好的工具，所以就不用小人们带工具了。走吧。还好阿才没有蠢到家，知道先偷了几个腰牌。情况有点不对。殿下，是说守城人太多？是太少。料想到我们救人和救人之后，城门都是一道关卡，不应该就这么草草处置。难道是那个女人果然骗住了宇文护？现在说这话还为时尚早。其他的人，回殿下，他们从不同的城门进城，大多数的人会跟我们在石牢附近会合，一部分会守在距离石牢最近的南门，等候接应我等。殿下，我有一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说吧。那个女人知道我们所有的计划，万一那个女人出卖了我们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走吧。主上，都到齐了。解药呢？法师，开始吧。诸位将这些解药喝进去，待到明日，身体自会康复。请。夫人。
有劳无尘道长。这次多亏道长及时赶来，救我府中上下110口人的性命。一切都是缘分，大冢仔不必太记挂于心。道长，寡人为道长准备了饭菜，请道长到大厅一叙。姑父，卿所有事禀报，说。可否借一步说话？什么？齐国贼要攻打大冢宰府？是，我被他们掳到野外的一处荒草地，看到有不少齐国的人。我假装昏厥，听到了他们的计策。他们觉得石牢防守太过严密，所以要晚上偷袭大冢宰府，好掳了姑父去交换他们的俘虏。简直是贼胆包天！是，所以青锁才趁机偷跑回来，为的就是给姑父通风报信，还请姑父早做准备。截胡！主上，立刻调集人马，布置人手，保卫大冢宰府。是。殿下，人都到齐了。殿下，面具我带来了。大冢宰有令，撤掉1万人手，火速回大冢宰府。是。看来那女人，啊不，袁姑娘没有骗我们，云护上当了。阿才，城门那边准备好了。回禀殿下，赵将军那边已经埋伏，只要殿下这边一行动，那边马上行动，配合我们。那好，到时候我把他们往北城门那边引，准备行动。殿下，我来。不，我不会让任何一个兄弟假扮我去引开敌兵。殿下，这事很危险，还是我来吧。何谓身先士卒？我怎么可能让你们去身陷险境，而我却逍遥自在？你们的任务是去救石牢里的弟兄们。你们几个跟我来，快！高长恭，还想逃吗？我倒要看看你面具后面是怎样一张脸。听说你长得像个女人，见不了人才戴的面具。阿才，怕吗？只要有殿下在，阿才什么都不怕。带他们走，殿下，快走！枉费了殿下的一番苦心。走，快走！高长恭，今天本将军就要看看你长得有多俊俏。殿下，这个是营地，这个下周兵会冲过来。禀告主上，发现高长恭的踪迹。鸣笛的声音是北大街方向。主上英明，高长恭企图救走石牢的俘虏，被我等人发现，追至北大街。小人怀疑他这是调虎离山之计，所以请主上速速派兵救援石牢。区区几个俘虏算什么？寡人要的是高长恭。姑父，
是我亲耳听见他们要袭击大冢宰府，恐怕是声东击西之计，还望姑父多留人手，保护大冢宰府。怎么，还怕寡人保不住你？兄长久经沙场，怎么会看不出贼人的诡计呢？青索，不要无知，还不赶紧退下！主上，卑职怀疑高长恭真像青索姑娘所说那样，是声东击西。不过不是袭击大冢宰府，而是让别人戴着他的面具迷惑我们，然后趁机救走俘虏，悄悄离开长安城。高长恭爱民如子，视将士如手足，他绝对不会让其他的手下替他去冒这个险。马上派人抓住这个戴面具的，不管是真是假。是。姑父。青索，兄长自有分寸。我是怕姑父上了兰陵王的当。难道那兰陵王，他跟你说过他有什么打算吗？兄长莫怪，青索也是为了兄长担心。寡人早知他会来救人，所以已经安排好了，他今天绝对逃不了。金虎，你过来。是。主上，这里还有这里，要多加派人手。是。绝不能让高长恭溜走。糟了，这个宇文护果然算准了殿下不可让别人带他冒险。不行，我得去救殿下。主上，在这里和这里，我都已经加派了人手。很好。青索姑娘，青索姑娘，大司空，青索姑娘把金侍卫的马给骑走了，备马。是。他们都去北大街了，南门守卫薄弱，万一有人来攻击城门怎么办？别乌鸦嘴！军队来了，快关城门！上！殿下了，先走，想办法再救殿下。走，兄弟们，跟我走！快！
然是高长恭不虚，没有白费我们主上心思。哼，来吧，把城门关上，别让那小美人逃了。 这叫关门打狗，狗都迟早是我们的。别让他们放进高长恭，以免鱼目混珠。上！ 带我去，走。殿下觉得此事重要，还是金庸城的百姓重要？想想，走啊，走啊，快走啊！ 不要轻举妄动！放开！我看清楚，不是兰陵王。你们怎么会来接应我？我得到消息，宇文护已经发现你的行踪，要全力缉拿你，我才赶到长安城。幸亏来得及时。被俘的兄弟们呢？早已从另外一条路安全撤离。那就好。长恭，事不宜迟，敌人马上就会发现你的行踪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我还有事没有办完。战事频发，大齐处于危险当中，有什么事日后再论。殿下不稳，军心不稳。我要带青锁走。 我答应过他，明月兄，你即刻赶回金庸城，调集兵马，我会快马加鞭，赶回金庸城与你会合。长恭，你为了周国大司空府的侧室，拿着性命去冒险，值得吗？我答应过要带他走，就会带他走。长恭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想带走的是袁青锁，还是小莲的影子？这么一个柔弱的女子，竟然为了我。 去宇文护那里偷钥匙，他对我付出的不只是情，而是性命。袁青锁是大司空府的侧室，
大冢宰夫人的亲侄女，宇文邕怎么舍得让她死？防人之心不可无。现在长安城危机四伏，你回去无疑是送死。殿下，你有没有想过，那8名戴着面具冲击去救你的死士也有妻子儿女？你知不知道，敌国大军一到，齐国的百姓要死多少人？他们过着什么样的日子？我护吕光生死与共、拼死相护的兰陵郡王，难道就是这样子吗？为了一个女子而弃国家安危于不顾？只要你调集好军马，进军阵前，我会在开战之前赶回军营。殿下，你是一定要去找袁清所了。圣旨到，你兰陵郡王接旨。长弓接旨。皇上圣谕，国事危急，特令兰陵郡王高长恭统帅3军，即刻上阵迎敌。若有延迟，军法处置。钦此。殿下，延迟入营是违反军法的事，更何况有皇上的圣旨。就算殿下不为自己想，也要为夫人想想。战事紧迫，请殿下为大齐的百姓想想。我知道殿下担心的是袁清所的安危，夫人答应过我，只要我把殿下带回军中，夫人一定会保全清所姑娘的性命。殿下，夫人说过，她保住清所姑娘，就是为了让你安心对敌。请殿下以国家安危为重。明月兄，请起。上马。这！什么？千军万马，居然让一个高长恭给跑了！主上息怒，是属下指挥不力，请主上责罚。那些戴面具的人怎么样了？回禀主上，戴面具的一共8人，有7个已经死了。死了？是，回主上，这些人忠心的很，怕是来的时候已经抱着必死之心。少数手下误杀，多数是受伤过重，或即将被捉时自刎而死。剩下的那个呢？押在府门外，听主上发落。主上，清所，我看你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我带你先回房休息吧。走。慢着，不准走。兄长，我还撑得住。快说，高长恭在哪里？周国的大冢宰，何必来问我？你用千军万马守住了都城，你不知道我们兰陵王在哪儿？你想找咱们兰陵王，死了这条心吧！兰陵王马上会带领兵马攻打你们周国，占领你们都城，杀了宇文护你这个奸贼！放肆！看他手指，我一字不说，砍一只。说，高长恭在哪儿？你们的计划到底是什么？呸！走狗！继续说，高长恭到底在哪儿？说不说？来吧，孙子！我要是皱一下眉头，我就不是你爷爷。好，告诉寡人，你们是怎么拿到地牢钥匙的？是不是大冢宰府里有你们的习作？啊，姑父，如此酷刑是否太过残忍？不如先将他押至大牢，再做详细审问。你跟我说，我会饶了你，送你回齐国。能拿到钥匙，是兰陵王的本事。想跟咱们兰陵王斗，你省什么？看了你的手指是便宜，要是再不说，我就挖了你的眼睛，割了你的耳朵！哼！不要割了！
我说，我全能说，但是你这个走狗没资格听。大冢仔，我若说了，是否放我一条生路？我若说了，便不能再回齐国。放心，我准你在大周做官，官职任你挑选。我说，不过我只告诉你一个人。主上，地方有诈！兰陵王会替我报仇的。拉下去！可惜死了。高长恭狡猾，这下要想追查高长恭的下落，恐怕就更难了。高长恭之所以能够逃脱，是因为在大冢宰府里有内奸。兄长，可知内奸是谁？把内奸给我抓起来！青索，且慢！夫君，兄长，可有确凿证据？寡人早就怀疑，昨晚的刺客根本没有得手。为什么高长恭还会有钥匙能够打开大门？所以寡人就派人查询，在我卧室窗外的草地上，发现了这个。哟，这不是青索妹妹衣服上的丝线吗？姑父，青索冤枉。寡人猜想，是不是在那刺客来之前，已经有人进过我的房间了？果然不错。夫君，是我请青索到房间里聊天的。你们是从窗户进去的吗？大冢仔，请不要责怪姑母，我……青索昨夜一直和小弟在一起，我想是有凑巧。也许是青索在跟嫂夫人进入房间话家常的时候，有丝线掉落，被风吹到草丛，也无不可。大司空，我知道你对青索妹妹很好，可这事关军国大事，你可不能……请兄长明察。昨日深夜，小弟还与青索在园子里看星星。哦，当时巡逻的侍卫也看见了。小弟微醉，是青索将小弟送回了客房。后来听到有响声。青索担心兄长和嫂夫人的安全，才冲了出去，被刺客挟持。青索，你要跟兄长说清楚，这叛国之罪，你可是担不起的。姑父，青索冤枉，大司空可以为我作证，还请姑父明察。那你今日骑马出府？去了哪里？我只是听说，兰陵郡王乃齐国第一美男子，想一睹风姿。青索，都已经嫁人了，怎么还如此放肆？不知道收敛点。好，就算这两件事四弟替你解围，还有一件事，你要给我解释清楚。姑父尽管问，青索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你回府禀报，高长恭要袭击大冢宰府，找我派人保护大冢宰府。这调虎离山之计，
好让高长恭趁机袭击石牢。青所冤枉，青所从没想过要背叛大冢宰府。我只是听到他们这么计划，我拼了性命磨开绳索，偷了一匹马逃出来，好给府里报信。或许是那齐国人故意说给我听，他们知道我听了以后一定会赶来报信。啊，我说为什么我逃跑的时候齐国人都没有来追我呢？原来是这样，你可知道撒谎的下场？我知道。兄长，青所一介女流，是非不辨，中了敌人的圈套也未必可知。小弟想，以青所女流之辈，怎么会那么轻易的就从狼窝里逃出来？分明是高长恭想借青所的口，将假消息传递给兄长。青所不明所以，才中了计策，还以为是在替兄长出力。看来青所的退路，四弟已经安排好了。小弟不敢，只是就事论事。如果兄长还有疑虑，尽可把青所关押审问，小弟毫无怨言。是啊，大冢宰，这里面疑点重重，是该向青所妹妹问个清楚。我冤枉，还请姑父明察。来人！父亲，不要押下去！姑母，夫人，姑母，夫人，看家大夫。姑母，是嫂夫人。醒醒啊，姑母，夫人，嫂夫人。回禀大冢宰，夫人脉象环耳实指，只有定数，是为惊吓所致。惊吓？对，夫人平日体质变虚弱，一时惊吓难免昏厥。小人开个方子，多吃几副药吧。小人告退。你们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嫂夫人她，难道你还不明白？夫人是在护着这丫头。这次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可以不追究。从今以后，你要好好管教这丫头，再出什么差错，唯你是问。是，小弟明白。姑父，我想留下来照顾姑母。去吧，小弟告辞。今天可真是心惊肉跳，再多等一会儿，只怕我也会像嫂夫人一样晕倒了。阿庸，喝茶。这个青所妹妹到底是怎么了？她跟齐国真的没有关系吗？怎么会有那么多巧合啊？谁知道，整天就知道给我惹麻烦。你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？刚才在大厅的时候还不顾一切地维护青所妹妹呢，这会儿又冷言冷语的，这叫婉儿实在有些看不下去了。婉儿，你这话听上去有点泛酸。今天的情形你也看到了，我要是不出来打个圆场，兄长他可怎么下台呀？哦，如此说来，你还是为了大冢宰着想。要不是大冢宰把这个元清所许配给我，我哪来那么多麻烦事儿啊？以后就要靠你了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乖巧伶俐，心思通透，难道还看不出来吗？我现在是骑虎难下，这个元清所就是个烫手的山芋，拿也不是，丢也不是。还望妹妹以后在大冢宰面前多多照应。自古伴君如伴虎，大冢宰的脾气秉性你也不是不知道。婉儿冒着这么大的危险，阿庸何以为报呢？你想要什么？难道我还不明白吗？你知道就好。
可惜，我竟不能救你。你宁死也不肯说出我的名字，我却无能为力。夫君，夫君，求你放过青锁，放过青锁，放过青锁，青锁，青锁，姑母，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。青锁，姑母，姑母你放心，姑父没把我怎么样，请姑母放心。孩子，你没事就好。姑母不相信你会帮助大周朝的敌人，都是我不好。青锁，你是我唯一的亲人，你不能再出事了。你要好好陪在姑母身边。姑母，姑母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。没事，没事了。姑母，好了，孩子。嫂夫人怎么样了？已经醒了，都怪我连累了她。刚才谢谢你出面替我解围。你只是连累了她，你连累了所有人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我没想过要你帮我，要是你不情愿，那你完全可以不用帮我。我不帮你，我不帮你，现在你只怕已经被关在了牢房里，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。就算被关进牢房，那也是我自己的事。自己的事，别忘了你的身份，你可是我大司空府的侧室。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；一人服罪，株连九族。倘若你牵连了大司空府的其他人，你让我怎么向他们交代？你可以休了我，那样我就跟你毫无瓜葛，不会再连累你了。休了你？当初可是你赖着要嫁进大司空府的。你以为大司空府是什么地方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吗？你能不能少拿我的过去说事？再说了，我根本就不记得我自愿做你的什么鬼侧室。谁能想到，这么柔弱的一个人，拥有一张这么让人心生涟漪的脸，却能做出这么无法无天的事？你可知道通敌叛国是个什么罪名？我累了，没有心思与你争论。你给我听好了，这种错误只能犯一次，如果再有下次，别说是大冢宰了，就是我也不会放过你。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？齐国是我们的敌人，你做了什么？原来你都知道，那你为什么还要帮我？句句确凿，替我隐瞒。我这么做有我的理由，没有必要告诉你。但是你给我记住了，如果再敢帮助齐国人，我会毫不留情把你的所作所为公诸于众。到时候，就算是皇上也保不住你。既然你知道了，那你为什么还要救我？不如你现在就去告诉大冢宰呀！好你个袁清锁，你就是这么报答你的救命恩人的。我一而再再而三的救你，为了你，我连权倾朝野的大冢宰都得罪了，换来的却只有你这么一句话。你做什么？这是谁给你的？看来你还真是不死心呢。你放开！你不许碰他！袁清锁，看来这首饰来历非浅，难不成是情郎送的？别忘了，在我没休你之前，你还是周国大司空府的侧室。你给我记住，还是那句话，你记好了，乖乖听话，乖乖做你的大司空府的侧室。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准你离开大冢宰府。以后再也不可行差踏错，惹是生非。
你们不都说我对你一见钟情，情深似海吗？那别的男人送我的东西，又怎么可能入得了我的眼呢？也是。那既然不是情郎送的，留在身上也没有意义，便交给本司空。来，你放开！这是我最值钱的东西，我凭什么给你啊？人都是我的，何况区区首饰？你堂堂的一个大司空，难道缺少宝贝吗？你凭什么跟我抢？你的东西数都数不清的，你何苦跟我抢呢？好吧，就算我把这首饰赏你了。袁清锁啊，袁清锁，你可不知道这件事给了宇文护多大打击。不过，你也是越来越让人看不透了。金虎，你觉得夫人是去做什么？这个，卑职不敢妄加揣测。她真是越来越奇怪了。主上的意思是？你有没有发现，自从青锁来到府里以后，夫人跟以前有些不一样了？卑职只是觉得夫人比以前更谦和了。哦，还有好像就是话少了，也许是为青锁姑娘担心，所以才……但愿如此吧。这府里上下，你都给我好好的盯住了，有什么动静，马上来报。是。我只想离开这里，离开阴谋，离开血腥。就算拿不到手帕，找不到镇魂珠也无所谓，有殿下就够了。殿下呀，殿下，幸亏苍天保佑你安全的离开。明日就是你我约好的日子了，我现在只想快快的离开这里。哎，真是，快点！就这几天的时间，就算日夜赶工，也来不及把东阁完全改成玉虚观呢。你就尽力吧。道长对咱们大冢宰府有恩，大冢宰只是叫咱们把东阁按照玉虚观的样子改成无尘阁，没叫咱们2天修建一座无尘观给道长就知足了。哎，那这么说，这道长真要留在咱们大冢宰府了？哎，关门。无尘阁都修好了，你说呢？当然是留下了。啊。这么晚了，姑母身体又不好，这个时候去做什么？小雕啊，小雕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知道没有你的日子，我有多想你吗？走，咱们回家了。我们回家喽。飞丢的鹦鹉，怎么看上去好像不像？管他的呢，明天我就离开这里了。不许喊！杨婉，你干什么？我只是有事情想要跟你问清楚。我可不是大冢宰，到头来还是放你一马。只要你敢出声，我就匕首一送。好，我不喊。你有什么话说？
大家都是姐妹，我有话就直说了。姐妹？你不当我是姐妹正好，我的话也就更好说出口。我要你选，你要么交出镇魂珠，要么离开大司空。你说，你选哪样？哼，你口口声声的姐妹，原来就是这个样子啊！可见你为了跟我成为姐妹，费了不少心思吧？废话少说，你是要镇魂珠，还是要宇文邕？我想你是忘了，我是患了失忆症的人。过去我或许真的见过镇魂珠，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人来追杀我。不过现在，我是真的不知道这镇魂珠究竟是个什么东西，我也从来没想过要得到它。至于宇文邕，想要就拿走。你怎么？你不是一直想跟宇文邕在一起吗？甚至不惜一切代价来陷害我，要除掉我。我现在就杀了你！我还没有伤到你呢，你就做出这副样子，难不成是想恶人先告状？我的头好痛！你不要吓我！你以为这样我就会放过你吗？你醒醒啊！喂，袁清锁，你给我醒醒！你别装了，醒醒啊！醒醒！夫君，都这么晚了，还出去？啊，我刚听到鹦鹉叫，以为是小雕回来了，就出去找。结果还真是小雕呢。哎，夫君，你看，女人就是女人，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怎么心思还花在这些东西上？夫君说的极是，妾身无能，不能为夫君分忧解劳。夫君还在为高长恭的事烦心。岂止是烦心，这次高长恭可让寡人丢尽了颜面。夫君威震朝纲，一次小小的失忆，那些大臣们不敢说东道西的。倒是皇上就跟先帝一样，忘记了是谁把他们捧上去的。想要肆意妄为，也要看看自己的实力。我倒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，大冢宰府里一定有细作。那夫君打算怎么处置青锁？不会杀了他吧？妇人之见，你忘了当初送他进大司空府的目的了吗？那夫君的意思是？现在有个人是越来越琢磨不透了。夫君是指四弟？他放着当今的皇上不去讨好，反而整天窝在我的大冢宰府。尤其是今天，你看他情真意切为青锁求情的样子，不知道的人还真以为他跟青锁情深意长呢。可是青锁和四弟感情不是很好吗？他们只是在人前做做样子。四弟今日看似为青锁求情，实际上是为了给我一个台阶下。我本来还想让你看紧青锁，现在看来，四弟一个人就够了。夫君就这么相信四弟？信不信，就看你怎么做。这是哪里啊？我怎么会在这儿啊？青锁姑娘，你可醒了？夫人很担心你，特地派奴婢过来照顾姑娘。宇文邕呢？无尘阁已经修缮完毕了。大冢宰让大司空和严姑娘前去观看，这会儿恐怕在无尘阁呢。哦，那无尘道长真的要留在大冢宰府？是啊，无尘道长是咱们大冢宰府的大恩人，留下来府里有个照应。姑娘，你等一下。哎呀，那个严婉为什么要杀我？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哎呀，头好痛啊！青锁姑娘，你怎么了？还是不舒服吗？要不要叫大夫过来诊治一下？我没事没事。对了，宫
姑母她现在怎么样了？夫人已经好多了，鸳鸯一早就熬了粥，特地给青锁姑娘也端了一份。谢谢。对了，鸳鸯，在我嫁去大司空府之前，你就一直这样照顾我吗？是，一直都是鸳鸯在伺候姑娘。那从前的我是什么样的？我是2个月前才见到姑娘的，那时候姑娘比现在稍显瘦弱，心情也不那么好。心情？哼，那有现在糟吗？以奴婢看，现在姑娘心情好得很，一点都不像晕倒的病人。我要早知道晕倒之后只能吃粥，我就不晕倒了。鸳鸯，你也知道我患了失忆症，那你可否给我讲讲以前的事情，我的事情？您是夫人的亲侄女，一直由夫人故人在乡下抚养着。后来乡下水灾，夫人才把姑娘接到府上来。再后来，姑娘与大司空一见钟情，便由皇上指婚，嫁入了大司空府。那然后呢？姑娘平时不喜欢跟奴婢这些下人们讲话，却喜欢待在马厩里。马厩？是啊，夫人责备过姑娘好几次呢，可姑娘还是悄悄去马厩，把自己的点心也带过去给马儿吃。哦，还有，姑娘有张帕子，上面绣着2只萤火虫的，天天不离手，一直带在身上。那，你可知道我告诉你那块帕子的来历了吗？哎，还有那上面除了萤火虫还绣什么了吗？好像还绣着一朵花吧，鸳鸯也记不太清楚了。那帕子姑娘珍贵得很，从来没让奴婢们碰。那花长什么样子？奴婢只记得那花的样子有些特别，其他的就记不清楚了。姑娘，怎么了？没什么。现在是什么时辰了？回姑娘，现在是未时。未时，给。那你就先出去吧。我一个人能行。是。可恨的宇文邕竟然将帕子藏起来了。罢了，帕子不是很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要想办法离开这里，然后再去与殿下会合。姑娘请回。我不过是闷得慌，出来透透气。出不去怎么办呢？角门，对，这附近一定有角门。哎，原来香雾城那老道士是假扮的。师傅，大师姐求见。呆子，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在这儿不准叫她大师姐。是。严婉拜见师傅。啊，原来他是香乌尘的徒弟。起来吧。谢师傅。这大冢宰府里人多嘴杂，为师不是跟你说过，没事儿别往我这跑吗？婉儿谨遵师傅教诲，只是刚得了几件珍品，急于献给师傅呢。这是南海珍珠、西域熊胆和雪山人参，把这珍珠磨成粉涂在脸上，
可令肌肤富有光泽，熊胆和人参一起熬汤，滋养凝神，具有由内而外的养颜功效。难为徒儿给为师带来了这么多宝贝。能为师傅做事是徒儿的福分，徒儿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其实这些都是我在自家山庄搜罗来的，我爹让我传话给你，想问问镇魂珠的进展。把手伸出来。哦。这珍珠粉你拿去外服内用，滋养容颜是最好不过。是，师傅。哼，这个颜婉也有被整到的时候，看他怎么办。哼。怎么了，婉儿？突然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难不成是责怪为师糟蹋了你的宝贝？师傅恕罪，婉儿不敢。哼。这镇魂珠的事情，为师自有分寸，以后不许再提。倒是你从你父亲那儿给我拿来这么多宝贝，又是为了什么呢？徒儿的心思还能瞒得住师傅？上次师傅施往生咒之前，都肯给我一副解药。现在师傅在大冢宰府已是位高权重，还请师傅给徒儿做主。前段时间大冢宰府上下得了大病，原来是他们惹了事。哼，婉儿，跟为师讲话还绕弯子，直说不就得了？要不是你在大冢宰府两进两出，跟在袁清所身边那么长时间，你都没有找出镇魂珠的消息，这不还得为师出山吗？师傅恕罪，是袁清所2次误打误撞，坏了我的大计，婉儿没能力挽狂澜，是弟子的错。又是这个镇魂珠，这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推的倒是干净，到底是袁清所误打误撞，还是你想借刀杀人？婉儿，这个你自己心里清楚。弟子知错。起来吧。谢师傅。找机会，我跟宇文护说，让他把你指给宇文用。多谢师傅。只是婉儿还有一事相求。哼，莫不是叫为师帮你除了袁清所那个丫头？师傅料事如神，徒儿佩服。你呀，怎么就被一个情字迷住了眼睛呢？不过话说回来，这袁清所到底是真失忆，还是假失忆呢？弟子曾几度跟袁清所交锋，如果他的失忆是假的，以弟子的天分，绝对可以看出来。所以，弟子认为他的失忆恐怕是真的。人可以失忆，也可以找回记忆。师傅有了好办法。过2天，我便陪着宇文护给袁清所下一副猛药，他得意不了多久了，搞不好他还得付出生命的代价。多谢师傅。你陪我去皇宫看看吧。是。这个颜婉品味真差，怎么就看上了宇文邕？不过这道人说的，他跟宇文护要给我下的那副猛药是什么？总之不是什么好事。36计，走为上策。
宇文邕，要想起来追我，管保你摔个金光灿烂。谁叫你不把帕子还我？哼！你不告诉我，现在也无所谓啦。兰陵王马上就带着本姑娘离开这个鬼地方了。哼！是我来早了。啊，殿下，殿下，你快点来吧，带我离开这里，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该给我一个解释了吧？你想听什么？我想听你说，为什么私自出府？为什么穿得花枝招展的苦守一夜？为什么看见我就露出这副表情？大司空什么时候开始关心起我的行踪了？我在你眼里不是可有可无，让你避之不及的吗？我和你的关系，大家心知肚明。好，你倒说说看，你跟我是什么关系？我是宇文护送给你的女人，你怎么可能会真心接受？你怕我监视你，怕我有阴谋，怕我看穿你的野心。你表面上对我不错，可暗地里却放任野蛮欺负我、伤害我。我根本就不是你大司空府的侧室，我只是你的诱饵，是你的敌人。宇文邕，你要是不喜欢就别要，何必平白浪费人家一生？那你说说看，我有什么野心，是怕被你看穿的？你自己心里清楚得很，现在反倒来问我。我累了，我不想跟你纠缠。等了一个晚上，怎么会不累？你不想跟我纠缠，我倒想跟你纠缠。我什么也没等，我等什么了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想怎么样？你说我想怎么样？你不是自以为很了解我吗？你走开！你都知道些什么？又为什么不去告诉你姑父？袁清所，你对我怎么样，我心里很清楚。你果然跟以前不一样了，竟懂得用这招欲擒故纵来吸引我。好吧，我就配合你一下。哼。
欲擒故纵，贵在恰到好处，纵的多了，反而适得其反。你说什么欲擒故纵？我根本就没那心思想着怎么对付你。你以为你是大司空，所有人就得为你花心思讨好你吗？你未免也太自信了吧！你既然不喜欢我，既然这么讨厌我，为什么还要留我在身边？放我走吧，我答应你，我走了之后，绝对不会再回来。让你消失有很多种办法，可是现在不是时候。你当我大司空府是什么地方？岂容你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？宇文邕，你别逼我！袁清所，是你在逼我。如果你刚才不说那些激怒我的话，或许我还可以放你走。可是现在，除非我点头，否则你这辈子都别想离开大司空府。你放手！放手！我放了手，你等原本我还以为殿下会来带我走，哪知一夜之间得到的全是相反的答案，一切都成了噩梦。殿下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情况怎么样？敌人大军已经到了边境50里范围内，李将军按照吩咐已经调兵遣将，正在教场等候。长公，事不宜迟，需马上发兵。换马，备甲。是。长公，洛云，来不及多说，我想让你派人帮我跑一趟长安城。长安城。对，我本来答应青锁，昨夜子时在长安城西大门等他，可我生命难违，所以我来不及告诉他，就返回了大齐。我在返回的路上，为了躲避关卡和宇文护的追杀，浪费了很多时间。洛云，我必须上阵杀敌，所以青锁姑娘，对，这次把兄弟们救出来，多亏了青锁姑娘。好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告知青锁姑娘。可是你已经耽误了和青锁姑娘相见的时间啊。青锁不在大冢宰府，就在大司空府，只求能找人见到青锁，替我告诉他，我并非不守承诺，实在是情势所迫。等我处理完战事，我立刻回去接他。洛云，你要还当我是你表兄的话，就不要去。明月兄，表兄，长公，长安城可是敌国的都城，洛云一介弱智女流，怎么能应付千军万马？你为了袁清所可以付出一切，可是洛云不行。表兄，就因为是一介女流，才不起眼。我乔装打扮，混进长安城应该不难。我不准，夫人也不准。夫人让我给你带话，情况紧急，长公势必会让你去通知袁清所。他若你帮这个忙，夫人从此不再认你这个媳妇儿。洛云，不是你去，你派名亲信前去即可。你去太危险，千万不要。殿下，马备好了。云姑娘，风儿，快帮我准备一匹快马。云姑娘，你要去哪儿？长安城。长安城？大将军不是说不让您去吗？殿下也只是说请您派人去，您自己去太危险了。风儿，没有多少人认识青锁姑娘，为了长公，再危险我也要去。我一定要尽快找到青锁姑娘，我不能让长公分心。青锁姑娘，大司空让奴婢过来传话，说马上就要开宴了，请姑娘过去呢。
袁清所呀，袁清所，你怎么竟然憔悴成这样？宇文邕看到我这样，一定很得意。我不能再任人宰割下去了。宇文邕，等着瞧。寡人已经上报皇上，封道长为护国法师，圣旨不日可到。那贫道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啊，青所参见姑父姑母。青所来迟了，虽然这事出有因，还望道长见谅。为贺道长无尘阁竣工，青所特意备了一份薄礼。不知合不合道长心意？哦，其万物兮超自得，委性命兮任去留。好字，确实是好字啊！道长云游四海，视野和心胸，自然是旁人所比不得的。只有嵇康这类风流人物，道家真言才称得上。亲所着作，还望道长笑纳。姑娘的一番心意，贫道心领了。只是贫道老迈，哪及得上嵇康鹤立鸡群呢？啊！这俗话说，丈夫为志，穷当益坚，老当益壮。依青所看来，道长你还年轻得很呢。青所姑娘果然是会说话呀。道长不嫌弃就好。好了好了，坐下来。是。看你气色不错，病全好了吗？多亏夫君悉心照顾。啊，对了，道长，我常听人说起，大司空面相不凡，必定不是凡夫俗子。确有此事。那么敢问，这是怎么个不凡法？这大司空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。其实小女子也懂一点点面相，这面相看起来好像是帝王之相，至贵之容。哈，怎么会呢？这帝王之相可不是凡人能有的。青所妹妹，这话可是大不敬啊！要照婉儿看，大司空虽然风流倜傥，可要说帝王之相，帝王之相，我可没说。夫君只是相貌端正，想来只是福泽深厚罢了。你这侄女可越发厉害了，让我管也不是，不管也不是，倒让道长看笑话了。贫道也不是外人，只是青所姑娘，你双目含情，长了一双桃花眼。